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相信大家在玩游戏时都有遇到过双打对战，其中对手就有双胞胎。动画中也出现了一些外貌神似的人，他们设定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就是单纯的撞脸，因此有亲缘关系的金莎、乔伊、东乔治这些家族不列入本视频范围。武藏梅鲁加。梅鲁加是小次郎家族给他安排的门当户对的未婚妻，她应该是压垮小次郎最后的一根稻草。本来小次郎对于贵族繁重的礼节和课程就已经厌倦了，加上出现了这个梅鲁加，也对其施加高压，试图让其成为一个合格的贵族，并且根据后来绑架小次郎的行为来看，他甚至有抖 S 倾向。不过好在有小次郎的卡蒂狗和小智一行人的帮忙，小次郎才能成功逃掉。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是，梅鲁加长得和武藏明明一模一样，只有发型区别，而且性格和武藏没啥两样。梅鲁加对小次郎不好，而武藏也有强行将小次郎喜爱的大石花拿去交换。华丽大赛多次强行将小次郎喜爱的风铃铃、魔妮妮拿去使用不合理的招式或者挨揍。日月联盟赛中，武藏还强行夺走了小次郎的恶 Z。那么奇怪的是，小次郎根本不讨厌武藏，但是唯独讨厌罗美嘉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这两个人的配音演员也是同一个人哦。小慎人。慎人好像就是个长大版的小智，造型也是极为相似，就像长大的你穿越回过去，看到还是小屁孩的你一样。慎人一开始对小慎很不爽，小慎也是看不上慎人。长大的你嫌小时候幼稚，小时候的你又会觉得长大的你装逼，但是他们热爱宝可梦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一只溜溜糖球作为契机，他们一起击败了火箭队，最终成为了朋友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慎人和小慎的名字在日文和英文中是一模一样的。小光沙路比亚。DP 169集出现了一个和小光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，更离奇的是她还是个小公主。宝可梦世界中好像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统治方式，也有部分落后的地区还是以王国作为统治手段，比如这个公主还有波克比王国等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这个公主也非常喜爱华丽大赛，她希望小光给她一个参加华丽大赛的机会。天真的小光也想试试当公主的感觉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立刻更换了服装和身份。就这样，公主前往华丽大赛，使用自己的波克基斯击败了武藏的饭池蛇，获得胜利。但是高贵的公主只是过来体验生活的，代打缎带这种事情还是不想做。最后她将缎带送给了武藏，接着她回到了城堡。此时大大咧咧的小光已经快要窒息了，繁忙的礼节让其不堪重负。此时小光的感受是和小次郎一模一样的，公主的回来也拯救了小光，两人换回了身份，并且公主将波克基斯送给了小光，小光就这样白嫖了一只超强的战将，太爽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开始给公主的名字是爱丽丝，后来改掉了，可能是怕和 BW 女主搞混。不过达克莱伊剧场版里也有个人叫爱丽丝。小刚九尾主人。无意小智一行人经过山谷迷路了，闯入了一家大院，那里的仆人热情招待众人，并且希望小刚留下。但是小霞和小智敏锐地发现这个女仆没有影子，并且镜子中也没有投射影像。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，发现其实这个宅子早就荒废已久，幕后黑手是一只九尾，它的主人是个外貌很像小刚的人，再一次出远门后再也没回来，推测可能是发生意外死了。之后家里的仆人纷纷走掉，只有九尾因为精灵球的关系无法离开。这个精灵球看上去不属于现在的任何一款，并且剧情中提到是200年前的事情，这九尾也是真的能活。最后小刚帮助九尾破坏了精灵球，让他恢复了自由之身，然而并没有收服他。小智阿红。
小智和阿红长得像就不用我多说了，阿红和小智都是以初代主角作为原型设计的人物。阿红和小智的宝可梦中也有很多相似的，两人性格也很合拍，就是阿红比小智更加细心冷静。在联盟赛中，因为火箭队的捣乱以及老潘的不配合，小智输给了阿红。很可惜，在电台之后，阿红再也没有出现了。我还希望他有一天出现，小智发起复仇战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长得非常相似但是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啦。那么你还想到哪些呢？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